我提前得知国际原油即将暴跌至负数，于是连夜带着年轻貌美的女徒弟制定策略。谁知女徒弟对我的才华仰慕备至，甚至心生爱慕，而我的老婆竟然对此浑不在意。师母对你好放心啊，就这样走了？不然呢？王佳妮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就觉得唐仲威走得太爽快了。她自认也算一个漂亮的女孩，按理说唐仲威不应该心生警惕吗？夫妻之间如果连这点信任都没有，就太没意思了。王佳妮微微低头，心里更是有些失落。叶枫和唐仲威的表现充分说明了两人有多恩爱，这让他无比羡慕。此时叶枫从王佳妮手里接过了笔记本电脑，打开。你先坐一会，冰箱里有牛奶和果汁，想喝什么吃什么，自己去拿，我就不跟你客套了。王佳妮点点头，却没有动弹。比起吃喝，她更想知道自己连夜做出来的策略，叶枫会给出什么样的评价。王佳妮密密麻麻的策略图表相当专业，充分考虑了各种变故和意外，也有预防和应对措施。但叶枫却摇了摇头，太复杂了。满心期待的王佳妮听到这样的答案，心下失落又有些不服气。考虑周到一点不好吗？没说不好，我说的是太复杂了。金融市场确实有各种各样的意外，但总体还是很简单的，它就两个选择，一个是涨，一个是跌。你看你的策略方案加起来有几百条，真出现意外时，你能记起来这些方案吗？如果记不起来，难道还要再翻看一下？翻看一下也没什么啊。再说了，我记忆力很好，基本上都能记住。叶枫哦了一声，直接把策略图表删了。王佳妮愣了下，随后脸色通红，欲言又止。你不是说自己记忆力很好吗？那就不需要有备份了，遇到意外自己回想一下就是了。王佳妮的脸色更红，她是说记忆力很好，可万一想不起来怎么办？期货市场可能几秒就会有5个点以上的波动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你别说翻看了，就算回忆的都来不及，你的策略必须得简化。王佳妮沉默下来，隐约明白了叶枫的意思。她拿着笔记本就开始制作新的策略图表。许久后，她抬起头来，却看到叶枫在画非常复杂的策略图。师傅之前说我做的太复杂，可他自己做的不也一样复杂吗？叶枫察觉到了王佳妮的视线，我们两个是不一样的，我做的越复杂，把握就越大，因为我有足够的信心可以掌控所有细节，而你不一样，你现在只是处于入门阶段，需要做的是尽可能简化自己的操作。王佳妮听得似懂非懂，她觉得自己也有信心掌控所有细节，但她也不打算辩解，先完成师傅给的作业就是了。唐仲威回来时，看到两人还在不断的商讨，就轻手轻脚的去厨房开始做饭了。待那边的讨论短暂停顿了一下，他才开口：先吃饭吧。王佳妮连忙抬起头来，不知道唐仲威什么时候回来了，下意识摆手。叶枫却道：那就先吃吧，吃饱喝足才有足够的精力做事情。他开口了，王佳妮没有再想着拒绝。他来到饭桌前，看着上面摆放的菜肴，再看着一脸贤惠的唐仲威，忽然有点自惭形秽。他知道自己的样貌和身材或许不比对方差，但长这么大，他连方便面都不会煮。坐下吃吧。唐仲威将筷子递给了王佳妮，王佳妮微微低着头，谢谢师母。别喊我师母了，我比你大不了几岁，以后喊我微微姐或者堂姐都行。至于你和叶枫的关系，那是你们的事情。唐仲威的表现很是大方，完全没有因为这对男女独处一天有任何的不满或者猜忌。光是这一点，王佳妮就自认做不到。换成是他，别说不吃醋了，可能压根就不会出门。在想什么呢？我对师傅又没有真正的产生感情，顶多也就是好感和崇拜，干嘛想那么多？想通了这一点，王佳妮才坐下来。谢谢堂姐了，等忙完了这阵子，我请您和师傅吃饭。诺诺连忙从椅子上站起来挥手示意，眼巴巴地瞅着王佳妮。还有我呢。王佳妮被他可爱的样子逗乐了，当然要带上你了。诺诺嘻嘻笑起来，一副很得意的样子。吃完了饭，叶枫和王佳妮又开始研究起策略。当王佳妮把策略简化了70%后，叶枫还是觉得不够。不够，你需要在整个买空的策略中只保留最多3条。这让王佳妮很是为难。我已经把下跌的级别很大胆的做到了50%了呀，这种跌法非常吓人。如果只保留3条策略，根本没办法完成。强行来做的话，大部分时候我就只能靠临场反应去判断了。任务给了你，能不能完成是你的事情。叶枫也不想解释，有时候解释的太清楚，反而失去了教学的意义。两人直到后半夜依然精神抖擞。唐仲威几次下来都被他们的认真惊到了。第二天，唐仲威送完了孩子回来，给他们带了早餐，他们的工作才终于告一段落。需要忙成这样吗？一夜没睡觉，很累吧？想赚大钱，只能把握住每一个好机会，机遇丢了可不会再回来。叶枫知道，如果他们不抓住这个以小博大的机会，那自己的发展速度会慢很多。而王佳妮也知道了叶枫从葛清泉那搞来20亿，还用的是91分成的比例，这让他很是不解。师傅，我不太明白，您完全有能力自己赚这100亿，干嘛要给葛总分90%？那可是90亿啊！你知道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征吗？增长、结构、转化。叶枫点点头，没错，这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3个重点。我的底子薄，想达到最快的经济增长率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空手套白狼，没有任何抵押，没有任何协议，葛清泉就把20亿给我了。这时候我再赚100亿的利润，虽然90亿给了他，可只要我一句话，这90亿他随时都可以拿给我用，这就是结构驱动力。而高达100亿的资金就可以转化成经济更快增速的条件。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要给他更多的利润了吗？王佳妮想了一会，还是摇头。我还是不太明白，如果90亿可以在你手上，干嘛非从别人手里拿呢？以现在的眼光来看，90亿都给我的确更好，但放长远点来看，别人知道我为葛清泉赚了100亿，
只拿走10亿和拿走90亿会是什么样的想法？我要的不是现在，而是未来。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跟我合作，他们可以赚到更多的钱。有这一个例子，就能吸引来千亿、万亿的资金，这是区区90亿无法比拟的。王佳妮隐隐约约明白了，叶枫不是不想要90亿，他是想吸引更多的资金。师傅，我能知道您未来究竟想做什么吗？和你一样，成为能改变这个国家命运的人。王佳妮愣了下，然后眼睛逐渐亮了起来。师傅说我可以改变国家经济，现在他要成为改变国家命运的人，一个是经济，一个是命运，而命运涵盖了经济和其他方方面面。从这点来说，师傅要成为的那个人会站在比我更高的地方。王佳妮的内心再激荡，再热血，再沸腾，女人的直觉告诉她，自己认的这个师傅绝非凡人。唐仲威看着这师徒俩说些看似吹牛逼的话，很是安静，但她看向丈夫的眼神开始带着一丝丝崇拜。她十分庆幸葛清泉发觉到了她。老公，改天我们去葛总家里拜访一下吧。怎么突然想起来说这个？就觉得葛总对咱们家帮助挺大的，如果不是他给了你这些机会，你应该还需要再继续等下去吧。叶枫这才明白过来，唐仲威以为是葛清泉给了他飞黄腾达的机会，但实际上反而是叶枫帮了葛清泉很多。他没有解释。好，你说了算。这时候，王佳妮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她拿起来接通，没听几句就皱起了眉头。刘老师，我知道您是个很有能力的人，但我还是那句话，您不了解叶先生，不知道他究竟多么厉害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你们能多见见面，互相了解一下。另外，您如果真想做原油期货，我建议等一等，或者选择做空。